南行传道30余年，开创并建立了将中国文化传播至塔州的通道。但是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丰富。他带领众弟子把中国传统文化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带给当地民众。希望道家文化了、儒家文化了，都能够在这里能够有一块生根发芽的地方。他积极捐助当地社会福利事业和公共事业，连续20多年获得维护塔州治安杰出贡献奖。这个就是 crime stop， 就是停止犯罪奖。对，那每年的奖牌。他始终秉承交流互鉴和包容精神，用大智慧弘扬佛法，推广中华文化。他就是中国汉传佛教密宗当代传承人智吉法师。霍巴特，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和最大港口城市，位于塔斯马尼亚岛东南部，面积约100平方公里。距离霍巴特市约20分钟车程，有一座正在修建的中国文化公园。筹建这座文化公园的是在澳大利亚弘扬汉传佛教30余年的智吉法师。在他的规划中，中国文化公园包括了寺庙和展示中华文化的博物馆等一系列建筑。它的内容呢，就主要是想弘扬中国文化，希望道家文化了、儒家文化了，都能够在这里能够有一块生根发芽的地方。智吉法师，中国汉传佛教密宗当代传承人，祖籍四川康定。1989年南行至澳大利亚，以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市为中心，在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弘扬佛法和推广中华文化。为了建造这座中国文化公园，智吉法师不辞辛劳，通过各种形式向市政府官员阐述修建这座文化公园的初衷和文化公园修成后的最终样貌。佛教要知道做什么，要有个样板，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样板。就是四大天王还没有公开的时候，还没提出那些人，就先坐下来给他们看。你们做的庙宇是怎么个样子呢？大雄宝殿是这样一个样子。我们做成模型来给他们看，就这个是三门的模型，抬这个三门的模型到各个市委去展览。对，因为人家不知道你们究竟要造一个什么东西，一定要看到眼见为实，那就给他们看。这样，在中国，佛教举办诵经礼拜仪式一般都在寺庙内，在国外很多地方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因此，智吉法师倾尽毕生精力来建造这座文化公园。智吉法师相信，通过几代人不懈努力，中国文化公园终会建成。届时，将为中澳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做出巨大的贡献。这个钟也是中国国内运过来的，所以除了我们离开了母亲，就可以说没有我们的一切。这里四大天王、14子都是从中国运回来的，因为我们所呈现的是多元化的文化。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在智吉法师的规划里，
中国文化公园的很大一个功能，就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文化公园的博物馆建成后，将免费对外开放，通过书法、绘画、剪纸等艺术形式，让当地人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是宣德年间的供器，供养佛的五供称为1、2、3、4、5，它上面有年份写在那里，可以看。宣德年间。由于文化、种族、信仰等差异，在澳大利亚，智吉法师的道场和关帝庙、观音庙、妈祖庙一样，都是开设在写字楼里。1995年，智吉法师带领众弟子买下了位于霍巴特市中心的税务大楼，作为坛场。每周二和周六晚上举办活动，弘扬佛法。2吨重的一个佛像运进塔州，因为税务大楼这个门啊受限制，不能够运到里头，那么就是把它放在门口。现在就放在门口，那人人走过都能看得见，都知道这个地方是佛教的一个机关。在澳大利亚，1半以上的居民信仰基督教。对于佛教文化，很多人并不了解。对于智吉法师买下税务大楼的行为，有人公开表示质疑，说他们是佛教徒吗？佛教徒哪来那么多钱，在我们市中心的税务大楼把它买下来？这个好像不像佛教徒的，就是这样，就由此而来询问。智吉法师始终秉承交流互鉴和包容精神，用佛法的大智慧一一化解大家心中的疑问。他们说佛教徒应该是要饭的，说的一点不错。大乘佛祖那个时候，公元前几个世纪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在佛教已经发展了。在澳大利亚传道30余年，智吉法师逐渐得到了当地主流社会的认同和民众的广泛喜爱。为了便于当地人理解，智吉法师通过话剧表演、音乐绘画、舞龙舞狮等方便西方人理解的方式传授佛法，弘扬中华文化和哲学思想，把深奥的佛教智慧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带给当地民众。从2000年开始，澳大利亚塔州中国佛教学院将中华传统的舞龙舞狮参与融入到塔州每年1度的圣诞彩车巡游中。是几万人的，是我们州的1年中最大的群众社团的活动集会，庆祝圣诞。因为每年都是一次，每年11月第3个星期的最后一天。那么我们就圣诞游行的时候，当然有几万洋人。这个几万洋人在塔州来说，在其他地方是不稀奇的，因为人多。我们塔州整个塔州不到50万人，就是这样。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是我们能够聚集起3万到5万人这样的，应该是算最盛大的集会，州的最盛大的集会。在塔斯马尼亚州，当地人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中国文化。在每年的花车巡游中，智吉法师弟子们组织的龙狮队是最受当地人欢迎的一个方阵，多年来都荣获花车巡游1等奖。舞龙舞狮是中国优秀的民间艺术，每逢佳节或集会庆典，民间都以舞龙舞狮来助兴。
智吉法师带领弟子们把舞龙舞狮带到了圣诞节彩车巡游中，既展示了中华文化，又表现了对当地的深深祝福。多年以来，智吉法师都带领众弟子们举办中秋、春节、元宵等节庆活动，与澳大利亚政要、社会人士、各界侨领共同欢度中国传统佳节，分享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明交流，增进中澳友谊。但是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丰富。所以，继澳大利亚塔州中国佛学院院长、金刚禅寺方丈、爱国侨领智吉法师。智吉法师心怀慈悲，积极捐助当地社会福利事业和公共事业，大力支持社会公益活动，增进多元文化包容及跨民族、跨宗教的和谐融洽，多次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嘉奖和人民的赞誉。那是帮助他们洋人有很多的红十字会啦、生命之线啦。所谓生命之线，就是说它是一个热线的电话，如果说有人碰到了要想不通要自杀了，那么他们就马上出东西去劝说，做心理的辅导，保存他们的生命。还有呢，就是瘫痪者的孩子，瘫痪的孩子，他们有一个像医院一样，像疗养院一样，就这样。那么我们也是资助他们。澳大利亚塔州遏制犯罪组织为了感谢智吉法师所做的贡献，连续20多年颁发给智吉法师维护塔州治安杰出贡献者奖状、奖牌和功勋塔。这个就是 Crime Stop， 就是停止犯罪者的那每年的奖牌。当然，每年奖牌形式有点不同，这个是其中一种形式。当地警察部门的认可，因为它是归警察部门管的。虽然南行至澳大利亚塔州30余年，智吉法师一直心怀祖国，为联系海内外华人、华侨及各界人士，支持推动和促进中国和平统一。2017年10月16日，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塔州分会在塔州国会大厦宣告成立，智吉法师被选为会长。这个就是我们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开年度大会时候的一个布置。这里呢，就是庆祝华人登陆澳洲200周年的活动，全是大游行，这些都是展览板。文明通过交流互鉴而变得丰富多彩。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多年来，智吉法师不遗余力弘扬佛法，推广中华文化，开创并创立了将中国佛教文化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至塔州的通道，为增进中澳友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